是一篇文章推荐的书单，里面选了15本商业书。我看过那篇文章，选的书确实都挺经典的，对吧？而且重点是，他们不是那种怎么说呢，虚头巴脑的成功学鸡汤，没错，不是打鸡血那种。更像是给咱们不同人生阶段，比如说刚毕业啊，或者想开始理财了，琢磨着要不要自己干点啥，或者就是想提升一下自己吧，就是给这些阶段量身定做的那个行动手册。实用性比较强。文章作者也特别强调说，你不必把这15本全给啃下来，对，没必要。关键是看你当下你觉得自己最缺的是哪方面的知识，那就先去读那一本。这个思路很对，精准打击。所以呢，咱们今天这个探讨主要目标就是帮你梳理一下这个书单里头比较精华的部分，看看能不能提炼出一些核心的观点，还有就是比较实用的方法吧。找到那些关键的小金矿。对，看看能不能帮你找到现阶段最需要的那块知识珍宝，说不定就能帮你打通财富或者成长路上的一些关键节点。好啊，那咱们就挑几本比较有代表性的书深入聊聊，覆盖的方面也尽量广一点，心态啊、财富观呢、工作效率、怎么开始创业，还有生活平衡这些。行，这样大家能快速了解个大概。好，那咱们就先从打地基开始吧，就是思考和心态这块。第一本，这个名气太大了，思考致富 Think and Grow Rich。拿破仑·希尔的这本绝对是经典中的经典了，是吧？这本书真的不简单，据说作者拿破仑·希尔他花了整整20年时间。20年？对，采访了像爱迪生、亨利·福特这个级别的，大概有500多个成功人士。这个研究够深入的。那你可能就会想，这本书它到底适合谁看呢？我觉得吧，如果你是刚高中毕业或者刚工作没多久，对成功这2个字儿吧，有点迷茫。很多人一开始都这样，想搞明白那些厉害的人他们的底层思维到底是啥样的，那这本书我觉得是绕不开的。它是建立一种思维框架。对，它的核心观点听起来可能稍微有点抽象，叫致富先治身，听着有点悬。有点，但它不是教你什么快速赚钱的技巧，不是那种东西。它主要是在揭示那些成功人士普遍拥有的一种思维模式，就是怎么把一个特别强烈的成功的渴望转化成一个非常具体能落地的明确的主要目标。从想要到要定。对，然后呢，你得用特别强的信念，还有就是持续不断的行动去实现它。信念加行动。书里举那个埃德温·巴恩斯的例子，就特别能说明问题。他立志要当爱迪生的合作伙伴。这个故事很有名。他不是笼统的说我想跟大佬混，他目标特别明确，我要成为最懂你发明的那个人。这个定位就很精准。而且他的决心有多大呢？他跟爱迪生说，我不要工资，我就跟着你学。哇，这个决心，就这种专注和坚持，最后结果是什么？他不仅帮爱迪生把留声机给推广出去了，他自己也成了百万富翁。目标清晰，执行力强。所以你看，这书给人的启发就是，成功往往不是偶然的，它开始于一个特别清晰的目标和不懈的努力。你不妨试试看，就现在拿张纸写下来，你未来1年或者3年或者5年，你想达成的一个明确目标是什么？越具体越好，对吧？对，越具体越好。然后呢，你就倒着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今天能做点什么？哪怕是很小的一件事儿。这个练习本身就很有价值。确实啊，这个明确的目标和咱们平时老说的模糊的愿望差别太大了。很多人都说我想有钱或者我想成功，但这太空泛了，它没法指导行动。对，没法落地。但如果你的目标是，比如说我计划在3年内存够20万块钱的首付，目标是买在 XX 地段的一个小户型房子。这个就很具体。这就非常具体了，它能直接告诉你，你每个月大概得存多少钱，你可能需要找哪些开源的方法，哪些消费得控制一下。是的，这种把模糊想法给它具体化、量化的思维训练，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种财富。没错。不过这里也有个点，我觉得值得稍微讨论一下。
就是拿破仑·希尔，他非常强调信念的力量，这个肯定很重要。信念。但是如果完全只靠信念，会不会有点儿忽略了客观现实或者说具体方法的重要性？你的意思是，光有信念可能不够？对，就是你目标很明确，信念也很坚定，但如果努力的方向错了，或者用的方法根本不对，那可能结果还是不行，甚至越努力离目标越远。有道理，光有信念确实不够，还得有正确的方法和对现实的判断。所以，心态打好基础之后，下一步可能就得升级一下我们的财富操作系统了。哈哈，财富操作系统，这个比喻好。这就得提到另一本现象级的书了，《富爸爸穷爸爸》（Rich Dad Poor Dad）。哦，这本太有名了，影响了一代人对钱的看法。是啊，作者罗伯特清崎，他就是用他自己2个爸爸的亲身经历对比来讲道理。一个是他亲爸，高学历的教授，非常努力的工作，但是呢，财务上总是紧巴巴的，就是穷爸爸。典型的工薪阶层思维。另一个是他好朋友的爸爸，学历不高，但是特别会理财，很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这就是富爸爸。对比很鲜明。这本书我觉得特别适合谁呢？比如说你刚工作没几年，想理财吧，又觉得没什么头绪。或者感觉自己工资好像也在涨，但是钱就是不够花。对，甚至有点那种越工作越穷的感觉。如果你有这种困惑，这本书就特别适合你。它能帮你打破一些固有的观念。它的核心思想可以说挺颠覆我们从小被教育的观念的，就是说要打破那种好好学习，找个好工作，努力干活就能越来越有钱的单一想法。这条路对很多人来说走不通。他强调的是，你要学会让钱为你工作。这句话是核心。怎么让钱为你工作呢？关键在于你要能清楚地分清你手里的东西哪些是资产，哪些是负债。这个定义是关键。书里面给的定义特别有意思，也特别简单粗暴。资产就是能持续把钱放进你口袋里的东西，比如能收租金的房子，能分红的股票，或者你自己写的书能收版税，这些都是资产。能产生正向现金流。对。而负债呢，恰恰相反，是不断从你口袋里往外掏钱的东西。譬如自己住的房子的贷款。对，还有你自己开的车，你要加油吧，要保养吧，要交保险吧，这些都是持续让你花钱的，就是负债。即使车本身很值钱，但从现金流角度看是负债。没错。你看，穷爸爸的思维模式是什么？挣了钱，然后去消费，然后买更多的负债。比如说换个更大的房子，买辆更贵的车，结果呢，每个月的固定支出越来越多，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财务压力也大了。而富爸爸的思维模式完全不同，他是挣了钱之后优先去买入资产，先买能生钱的东西。对，让这些资产产生收入，然后再用资产产生的收入去支付他的消费，或者再去买入更多的资产。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这完全是2种不同的现金流游戏啊！这本书呢，它不教你什么特别复杂的投资技巧，但是它能帮你打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理解财富到底是怎么运转的。观念上的启蒙。看完之后，你真的可以盘点一下自己手里的东西，哪些是在给你生钱的，哪些是在不停吃钱的，然后想想怎么能开始哪怕一点点增加前者的比例。这个资产和负债的定义啊，说实话对很多人的冲击力是巨大的。因为它挑战了传统观念。是的，它直接挑战了我们从小到大被灌输的那种有好工作、有大房子、有好车子就等于成功了观念。很多人觉得房子、车子就是资产。对，但按照清晰的定义，关键要看现金流的方向，而不是这个东西本身值多少钱。如果一个东西它持续的让你往外花钱，付贷款啊、维护费啊什么的，那即使它本身有价值，它在现金流上更像是一个负债。反过来，只有那些能持续给你带来正向现金流的东西，才是我们应该努力去获取的资产。明白了。那这个观念对我们听众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它其实是在邀请你重新去审视一下自己的消费习惯和储蓄习惯。反思一下钱都花哪儿了。对，你是不是可以把一部分本来打算用来升级负债的钱，比如说本来想换个更贵的手机，或者买个其实不怎么需要的奢侈品包包，
把这笔钱转而投入到那些有可能产生被动收入的资产上面去。比如呢？比如最简单的，开始定投一点指数基金，或者去学一门新的技能，看看能不能在业余时间接点活儿，增加点额外收入。这本身也是最投资你的人力资产嘛。有道理。这种视角上的转变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它可能是通往财务自由的第一步，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观念变过来了，行动可能就得跟上了。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时间太不够用了，每天忙得跟个陀螺似的，团团转。对，时间焦虑是现代人的痛病。这时候呢，可能每周工作4小时，《The 4-Hour Work Week》这本书就能派上用场了。哦，蒂姆·菲利斯这本也是一本神书啊。没错，作者本人经历就挺神奇的。他以前是个销售，挣得不少，但每周工作80多个小时，累得要死。高薪但没生活。后来他就琢磨怎么优化工作方式，结果呢，他做到了每天只工作几个小时，但收入反而比以前更高。他把自己叫做生活方式设计师，听起来就很吸引人。这本书简直就是为那些感觉自己陷入瞎忙状态的人写的。比如说，你是不是每天996，但回过头想想，好像也没做出多少真正有价值的事儿。忙，但是忙不到点子上。或者你特别渴望时间和地点上的自由，梦想着能少干点活，多挣点钱。如果你有这种想法，这本书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他提供了一套方法论。对，他提出了一个很有名的 DEAL 法则。这个 DEAL 听起来像交易，但其实是4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缩写。DEAL 哪4个？ D 是 definition 定义，就是你得先想清楚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自由生活，越具体越好。目标明确。E 是 elimination 删除，这个很关键，就是你要用那个8-2-0法则，找出那些占据你80%时间，但其实只带来20%结果的工作，然后想办法把它们砍掉。砍掉不重要的。A 是 automation 自动化，就是看哪些重复性的任务能外包给别人做，或者用什么工具软件来自动处理。解放双手。L 是 liberation 解放，就是通过前面这些步骤把时间给解放出来，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些时间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儿，去享受生活。听起来确实很美好，但真的能做到吗？这个嘛，书里有个例子，说是作者的一个朋友，他就通过设置邮件的自动回复来处理那些常见的客户咨询。过滤掉一部分工作。然后呢，他还把写报告这种事儿外包给了一个虚拟助理去做。结果怎么样？硬生生把每天的工作时间从10个小时压缩到了3个小时。哇，少了7个小时。而且他的收入还涨了30%。这怎么做到的？这就提醒我们，关键可能不是在于你工作时间有多长，不是努力工作，而是要聪明地工作。对，提高单位时间的价值。要敢于拒绝那种用时间硬耗的模式，要聚焦在创造核心价值上。你可以检查一下你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哪些事情你是可以毫不犹豫地删除掉的，哪些环节是可以用工具或者借助别人的力量来自动化的。这本书挑战的核心观念就是我们社会普遍存在的那个等式：忙碌等于高效等于有价值。好像不忙就有罪恶感。对，费利斯的理念其实就是在逼我们去思考，对我来说，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识别并且聚焦那些高价值的任务，这才是提高效率的第一步。不过话说回来啊，它这个 automation 和外包的思维听起来很美，但实际做起来可能需要不小的勇气，还有一些技巧。怎么说？比如说，你怎么找到一个靠谱的外包合作方？你怎么能把任务指令说得特别清楚，让对方准确理解你的预期？这些都是需要学习和实践的。确实，不是简单的把活扔出去就行。而且啊，对大多数上班族来说，一下子砍掉80%的工作内容，这个听起来可能不太现实，对吧？老板也不答应啊。好，是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从想的方面开始尝试。比如你是不是可以用一些邮件模板来快速回复那些重复性的问题？这个可以有。开会之前是不是可以用一些 online 的日程安排工具，来避免来来回回确认时间的麻烦？对，提高沟通效率。再往生活上延伸一下，家里的家务活或者日常购物，
是不是也可以考虑部分外包，或者利用一些工具 App 来实现自动化？比如请个钟点工，或者用生鲜配送。对，关键是培养这种我要解放我的时间的意识，哪怕一开始每周只能多解放出来1-2个小时，那也是进步，也是一个好的开始。积少成多，效率提上来了，时间稍微多出来一点了，可能就有人心里开始痒痒了，琢磨着，我是不是也能自己干点啥？创业的念头。但一想到，哎呀，没本钱，也没什么经验，可能这念头就又被打回去了。对，启动资金和经验是2大门槛。这时候就轮到$100创业《The $100 Startup》这本书来给你打气了。$100创业听起来门槛很低呀。对，作者克里斯·吉尔伯他自己就身体力行，而且还采访了150多个，真的是用极少的钱，很多启动资金折成人民币可能就几百块、1000块的样子。哇，这用这么点钱成功创业的普通人，都是些什么案例？这本书就特别适合那些想创业，但是手头资金确实比较紧张，可能就几千块闲钱，或者觉得自己没什么惊天动地的技术或资源的你。给草根创业者看的。他的核心观点就非常实在，创业啊，不一定非得是融个几百万、几千万，租个高大上的 office 那种模式，小而美也可以。完全可以。你可以从你自己的兴趣和技能出发，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点，刚好能解决别人的一个小问题，或者满足别人小需求，找到那个结合点，然后用极低的成本，比如说象征性的就花个$100，几百块人民币，去做一个最简单的、最小可行产品 MVP 出来，放到市场上去试试水温，先测试看有没有人卖单。对，如果有人卖单有反馈了，你就用赚来的这点钱再去滚动发展，一点点扩大。这个思路很轻。书里面的案例都特别接地气儿，真的不是什么高科技。比如有个人喜欢烘焙，就花了几十块钱买了点原料，做了点小饼干，先在熟人圈里卖卖看。从身边开始。后来发现卖得不错，就开了个网店。还有个人懂一点摄影，就用几百块钱买了个2手的相机和灯，帮附近的小餐馆、小淘宝店拍拍产品照，解决小商家的痛点。慢慢的口碑做起来了，就搞成了一个小小的摄影工作室。还有人就是特别擅长做 PPT， 做得又快又好，这个技能很多人需要啊。他就在网上接单，帮别人美化 PPT， 后来做得好了，还开了培训课，把技能变现了。所以你看，关键步骤就3步：第一，找到你的兴趣或技能和别人的需求的那个交叉点；有市场。第二，用你能承受的最低成本去做个最简单的东西出来，快速测试市场反应。快速试错。第三，如果测试结果是正面的，那就用赚来的利润再去投入，慢慢来，滚动发展。所以那个$100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它代表的是一种现在就动手的精神。别想太多，先干起来。对，用最低的风险去验证你的想法。他告诉你，别老等着说等我准备好了再说。很多时候你先做起来，边做边学，可能效果更好。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我觉得就在于它极大的降低了创业的那个心理门槛。让人觉得我好像也行。对，它不再把创业描绘成需要多么宏大的计划、多少资金支持的事儿，它强调的就是行动，快速拿到反馈，然后根据反馈去调整、去移代，而不是追求一开始就搞个完美的商业计划书。实践出真知。那个兴趣 plus 需求的结合点确实非常关键。光有兴趣，你自己玩得很开心，但不一定能变成生意。对，得有人愿意付钱。你得找到你的这个兴趣或者技能到底能为谁解决一个什么样的具体问题，或者满足一个什么样的需求，而且这个需求是别人愿意花钱来解决的。这里面其实有个挺值得咱们听众去深思的点。很多这种低成本创业成功的案例，他们往往是很好的利用了现有的资源和平台。比如说电商平台啊、微信朋友圈啊、抖音、快手这种社交媒体啊，或者像猪八戒那种零工平台啊。对，借助现成的工具和流量。还有就是创始人自身的技能和人脉资源。这意味着，在你想开始之前，你需要先好好盘点一下你自己手里已经有什么牌了。
审视自身。你有什么特别擅长的事儿，或者你对什么东西特别有热情，然后再想想你的这个特长或热情能不能帮到某一群人解决他们哪怕一个很小的麻烦。然后最关键的，你能用比如说就100块钱人民币吧，设计一个超级小型的测试方案吗？比如发个朋友圈，搞个小调查。对，或者做个简单的样品给几个目标用户试试。用这种方式来快速验证一下你的初步想法，看看靠不靠谱。这个思路很实用。好，那咱们再往前推一步，假设你真的用小成本把事儿做起来了，或者你本来就有一个小生意，比如开了个网店或者一个小工作室，这时候你很可能会遇到下一个坎儿。什么坎儿？就是感觉自己成了那个救火队长，从早忙到晚，大事小事都得你亲自上阵，这个生意离了你就赚不了啊。这个太常见了，老板成了业务瓶颈。对，如果你有这种感觉，那么《突破瓶颈 E-Myth Revisited》这本书可能就是为你准备的。中文版好像经常翻译成创业者的窘境或者类似的名字。迈克尔·格波的这本也是经典。作者迈克尔·格波，他在中小企业咨询这个领域可以说是元老级的人物了，很有经验。这本书主要是写给谁看的呢？就是如果你已经开了个小公司或者工作室，但感觉自己累得像条狗，根本不像个老板，更像个超级个体户，啥都自己干，特别希望公司能有一天，就算你不在，也能自己好好运转，实现某种程度的自动驾驶。如果你有这个期望，那这本书就是你的解药。自动驾驶这个目标很诱人。书里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概念，叫做 E-Myth 陷阱，就是创业迷思陷阱。E-Myth 指的是什么？他说很多创业者之所以能把生意做起来，是因为他本身是个非常优秀的技术员。比如一个厨艺很好的厨师开了家餐馆，一个设计能力很强的设计师开了个工作室，他们靠手艺吃饭。业务能力强。但是一个优秀的技术员，他不一定同时也是一个合格的管理者，能带好团队管好流程，更不一定是一个有长远眼光的企业家，能把握方向，寻到机会。角色不同，能力要求也不同。一个公司想要发展壮大，这3种角色，技术员、管理者、企业家，都得有人扮演好才行。如果光靠老板一个人埋头干活，那这个公司是长不大的，老板自己也会累死。这个说的太对了，很多小老板就是这样把自己困死的。那怎么办呢？格伯给出的核心答案就是，你要把你的生意从依赖你个人转变成依赖一个系统。系统化怎么理解？简单来说，就是把你做事情的方法、步骤、标准全都给它明确下来，最好是能写成操作手册。标准化流程 SOP。对，让一个没经验的新人看着这个手册，也能把事情做到8、9不离10。然后呢，你要花心思去培养你的员工，让他们不光能执行，还能承担起一些管理的职责。从执行者到管理者。最后也是最难的一步，你要学会有效的授权，把那些可以由系统和流程搞定的事情交出去。老板自己呢，要从日常琐事里超身出来，去思考更宏观的问题，比如公司的发展方向新的市场机会等等。老板要做老板该做的事儿。书里举了一个开咖啡店的汤姆的例子，就挺经典的。他就是通过把做咖啡、服务客户的流程都标准化，然后培养出一个得力的店长，把日常管理授权出去。最后结果就是他自己解放出来了，不用天天守在店里了。而且因为流程标准化了，他还很顺利地开了分店，收入也翻了好几倍。系统化带来了可复制性。格伯指出的这个技术员陷阱真的是太普遍了，是吧？尤其很多技术出身或者手艺人创业，刚开始成功就是因为自己能干，但到后面恰恰是这个自己能干成了公司发展的最大障碍，因为没法规模化，没法复制。被自己的能力限制住了。所以这个系统化的思路是核心的解法，它意味着你得去思考你的获客流程是怎样的，客户服务流程是怎样的，产品生产或者服务交付的流程是怎样的，能不能把这些环节都拆解开，然后建立起标准的操作流程 SOP。听起来工作量不小。是的，一开始会比较麻烦，但这是值得的，因为只有这样，你的产品或服务质量才能保持稳定，你的业务模式才有可能被复制和扩展。
你也才能真正的放心的把权力授出去。了解。那这对咱们听众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你正在经营一项业务，哪怕现在还很小，比如就是个淘宝店或者一个人的工作室，你也要开始有意识的去思考哪些环节是经常重复发生的。我能不能把做好这些环节的操作步骤一步步写下来？我能不能找到或者培养一个人，让他照着这个步骤来做？开始建立手册和流程。对，把那些重复性的、可以标准化的工作交给系统和流程去处理，这样你才能把自己的脑子和时间腾出来，去做那些真正决定你这个小生意未来能走多远的事情，比如思考新的产品方向，拓展更多的客户，建立你的品牌壁垒等等。否则啊，你可能真的就永远只是在为自己打一份工，而不是在真正的经营一项事业。说得很有道理。咱们聊了这么多，都是关于怎么赚钱，怎么把事业做大做强。但好像还有一个更终极的问题需要我们思考。哦，是什么？就是赚到钱之后呢？赚到钱就一定快乐吗？这个确实是个深刻的问题。这时候就轮到卖掉法拉利的和尚 The Monk Who Sold His Ferrari 这本书出场了。罗宾·夏尔马的这本书更偏向心灵成长和人生哲学了。对，作者罗宾·夏尔赫他自己就有类似的经历。他曾经是个非常成功的顶级律师，名车豪宅什么都有，但是他内心非常空虚，压力巨大，身体也搞垮了。名利双收，但不快乐。后来他就放下了一切，跑到东方去追寻智慧，学习古老的哲学，最后才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和生活的平衡。一个转变的故事。这本书我觉得特别适合谁呢？就是那些在世俗眼光里已经算是小有成就的人。比如说，你可能已经有房有车了，也有一些存款了，工作也还不错，但是呢，你内心深处可能感觉不太开心，压力很大，或者觉得生活严重失衡，好像除了工作赚钱就没什么别的了。物质丰富，但精神空虚。如果你有这种感觉，这本书可能会给你一些启发。他想传递的核心观点是，金钱确实能解决很多因为没钱而产生的痛苦和烦恼，这点是肯定的。但是金钱本身并不能直接买来真正的、持久的幸福。幸福是更复杂的东西。真正的幸福，往往需要在财富的追求和生活的其他重要方面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你需要关注那些构成幸福的几个基本要素。书里面把它总结为幸福的4大支柱。4大支柱是哪4个？第一个是健康的身体，这个是基础。第二个是和谐的家庭和人际关系。第三个是能让你充满热情的事业或者爱好，就是你做起来觉得有意义、有激情的事儿。第4个是持续的个人成长和心智的成熟。健康、关系、热情、成长，概括的挺好。书里面那个主角朱利安也是一个曾经在名利场上叱咤风云的大律师，后来他就是意识到了问题，卖掉了他心爱的法拉利，踏上了一段精神探索的旅程。从物质转向内心，他通过简化自己的生活，重新开始关注健康，花时间修复和家人的关系，去追随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坚持学习和成长，最终才找回了失落已久的内心的平静和喜悦。所以这本书更像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它告诉我们，在努力追逐世俗成功的同时，千万别把那些真正构成我们幸福基础的东西给弄丢了。这本书确实触及到了一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努力奋斗、追求成功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对，终极目标。如果财富的积累是以牺牲健康、疏远家人、内心焦虑为代价换来的，那这样的成功，它真的值得吗？或者说，它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这是一个值得每一个人扪心自问的问题。书里提出的那个幸福4大支柱：健康、家庭、人际关系、热情、事业意义、个人成长、心智，我觉得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自我检查的框架。可以用来评估自己的状态。对，它提醒我们，幸福其实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它不是单一指向财富或者地位的，它需要在这些不同的维度之间去刻意的经营和维持一种动态的平衡。需要主动去维护。对，这就不禁让人去反思了，在你当前的奋斗和追求当中，这4个支柱哪个得到了关注和投入最多，哪个又被你长期忽略了？可能很多人会发现，事业和成长投入多，健康和家庭被忽略了。
很可能是这样。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哪怕是很微小的调整，来让生活的偏平不至于倾斜的太厉害？比如，也许不需要像书里的主角那样，真的去卖掉法拉利，做出那么剧烈的改变。但我们能不能，比如说每周固定的、雷打不动的留出几个小时，专心陪伴家人，放下手机和工作？创造高质量的相处时间。或者重新拾起一项能点燃你内心热情的爱好，哪怕每周只能投入半个小时、1个小时，给自己充充电。是的，找回一些生活的乐趣。这些小的调整，可能就能帮助我们在追求外部成功的同时，也能更好地照顾到内心的需要，让生活更加丰盛和完整。说得真好。好了，咱们今天算是带着大家一起快速地品尝了一下这份精选商业书单里的几道硬菜。覆盖了好几个方面。是的，从最开始的怎么建立成功的底层信念和财富观念，思考致富，富爸爸穷爸爸。对，然后到怎么提升工作效率，实现时间自由，每周工作4小时，再到怎么用很小的成本启动自己的梦想项目，100美元创业。然后，如果你已经有了自己的小生意，怎么把它系统化，让自己从中解脱出来，突破瓶颈。最后，我们还聊了聊，在追求财富和事业的同时，如何找到内心和生活的平衡点。卖掉法拉利的和尚，涵盖了从起步到发展再到平衡的整个过程。就像咱们一开始说的，其实重点并不在于你是不是要把这15本书都找来读完。对，那任务量也太大了。更重要的是，像寻宝一样，去找到那一本或者那几本能够正好解答你当下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或者能帮你克服当前最大挑战的书。对症下药。然后把书里的智慧真正吸收、消化，用来指导你的思考和行动。回顾咱们今天聊的这些书，你会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们都不只是简单的给你提供一些信息或者知识。不是知识的堆砌。更重要的是，它们都在提供一种思考问题的框架，或者是一套可以付诸实践的行动方法。对，有方法论。无论是拿破仑希尔强调的设定明确目标，还是清晰教你区分资产和负债，或者是菲利斯的 DEO 法则优化工作流程，吉尔伯的小成本试错，格伯的系统化运营，还有夏仁巴的寻求生活平衡。所有这些都需要你结合你自己的具体情况，去主动的思考，去尝试，去实践。知行合一。知识本身其实是没有力量的，只有那些被你真正理解了，并且应用到实际生活和工作中的知识，它才真正具有改变的力量。说得太好了，这份书单呢，就像是提供了15把不同的钥匙。每一把钥匙都有可能为你打开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但是跳出这个书单本身，我们最后想留给你一个问题，让你自己去琢磨一下。好，是什么问题？就是请你认真地审视一下你自己的成长之路，或者你的财富之路。就现在你最想解开的那个心结，或者说你最迫切需要解答的那个问题，最需要的那把钥匙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很关键。而你又打算从哪里开始去寻找那把专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钥匙呢？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思考。好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希望咱们今天的这次探讨能给你带来一些实在的启发，让你找到下一步行动的方向和动力。希望能帮到大家。